Hello，各位木友，欢迎回到木头人543的第5集。在上一集，我们像外科医生一样，拆解了一把刨子的内部构造，学会了用小铁锤微掉那 0.3 毫米的压铁，解决了大家最头痛的逆纹撕裂问题。如果说上一集我们是在学怎么吊效引擎，那么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学怎么开车，而且是开各种不同功能的车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你想要做一张大餐桌，你拿着手边唯一的那把短刨，盼了命地在桌板上推啊推，结果推到最后，你发现桌面不但没有片平，反而像海浪一样起起伏伏，甚至中间凹下去一大块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怀疑人生，但如果库科索夫这位苏联老匠人站在你旁边，他会摇摇头告诉你，你并没有做错动作，你只是犯了一个战略错误，你试图用一把手术刀去砍树，或者用一把开山刀去做眼科手术。苏联教材细木工作业的第4章详细列出了一个标准木工应该具备的军火库，每一把刨子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物理使命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盘点这些神兵利器，还要教大家一个老木工用来检查平面扭曲的绝学归尺法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处理平面的3部曲。在库科索夫的教学里，从一块粗糙的荒料到镜面，你需要3种不同等级的部队。第一支是先锋部队，我们叫它粗刨，英文叫 scrub plane 或 Scherhebel。很多新手看到这把刨子会吓一跳，因为它的刀片不是平的，而是磨成椭圆形的弧线。为什么要这样磨？这是有物理原因的。当你面对一块刚锯下来，表面还留着锯痕甚至树皮的粗木头时，如果你用一般的平口刨去推，刀刃会因为接触面积太大，阻力大到让你推不动，甚至会卡死。但粗刨的弧形刀刃让它像一个汤匙一样挖进木头里，输上剂，在它的持刀深度可以达到惊人的1到3毫米，这在精细木工里简直是暴力的存在。它推过去之后，木头表面会留下一道道像犁过田一样的凹槽，木屑也是窄窄厚厚的条状，虽然表面不好看，但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木头去肉。这就是粗刨的人物，他不负责美，他负责快。处理完粗糙表面后，轮到主力部队登场，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双刨铁手刨，或者叫短刨。这是大家工具箱里一定有的那一把，带有压铁，用来把刚才粗刨留下的凹槽修平，把尺寸做到精确。家具制作过程中，大概有 80% 的时间你都在用它。但是如果你要拼合2块长木板，或者要处理大桌面，光靠主力部队是不够的。这时候你需要请出战略武器长刨，也就是 jointer plane， 苏联人叫它 full gank。 这把刨子非常壮观，书中的标准长度是700到900毫米，将近1公尺长，是普通刨子的3倍。为什么要弄这么长？这背后有一个很简单但很重要的几何原理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木板表面像波浪一样起伏，一把短的刨子它会顺着波浪上下起伏，结果你刨完，波浪还是在，只是变得比较光滑的波浪而已。但是一把长达900毫米的长刨，它的底座够长，长到可以同时跨过好几个波峰。当你推过去的时候，它会骑在波浪的顶端，只切掉凸起来的部分，完全碰不到凹下去的地方。随着你一次次推进，凸起被削平，刨花会越来越长，越来越连贯，直到最后你的刨子在整个行程中都能切出完整的刨花，这就代表这个面已经是物理上的绝对平面了。书中特别强调，在拼板交合之前，必须用长刨处理边缘。如果你发现拼板有缝隙，通常就是因为你没用长刨，导致边缘不是直的。除了这些处理平面的刨子，苏联军火库里还有一些特种部队，比如尺刨 two-set plane， 它的刀刃上有很多细小的锯齿槽，新手常会误会以为这是什么特殊造型工具，其实它的用途恰恰相反，它不是为了刨光，它是为了刨粗。当你要贴精致的木皮 veneer， 或者是进行高强度的胶合时，太光滑的表面反而抓不住胶水，这时候老匠人会拿尺刨在木头表面刮出一道道细密的痕迹，这就是为了增加胶水的抓地力。在物理学上，我们称为机械锚定效应。还有在没有电动修边机，
Router 的年代，所有的装饰线条，比如柜子门上的凹凸造型，都是用线脚刨推出来的。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逻辑叫反断面刨铁，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木头凸出来一个半圆，你的刨刀就要磨成凹进去的半圆。每一种线条都需要一把专门的刨子，以前的老工坊墙上挂满几十把刨子，其实就是现代路达的一盒刀头。好，工具介绍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你怎么知道你刨平了没？很多人是凭感觉，看起来挺平的，结果一拿尺量或者一组装，发现是歪的，尤其是扭曲 twist， 也就是木板像螺旋桨那样的片形，这是肉眼最难看出来的。这时候我要教大家书中第55页记载的一个绝学龟尺法，英文叫 winding sticks。这个方法非常科学，而且成本极低。你需要准备2根完全一模一样的直木条，最好颜色有点反差，或者在顶端涂黑，方便观察。操作方法是这样的，你把一根木条放在木板的这一头，另一根放在木板的那一头，然后请蹲下来，让视线跟木板平行，像瞄准枪靶一样，去观察这2根木条的上缘。这2根木条的作用是把你木板微小的扭曲放大给你看。如果这2根木条的上缘看起来是完美的平行线，恭喜你，木板是平的。但是如果你看到这2根木条像剪刀一样交叉，左边高右边低，或者反过来，那就代表这块木板是有扭曲的。你要根据这个视觉回馈去刨掉高的那一角。这就是为什么老匠人不用水平仪也能做出精准平面的秘密。最后，有了好工具和好方法，我们还要谈谈身体力学。推刨子不是靠手臂乱推，它有一套标准的压力转移流程，书中称谓，防止塌头与塌尾的关键技巧。当刨子刚接触木头的时候，入刀，你的刨子只有前半段在木头上，这时候如果你的后手用力压，刨头就会翘起来，也不行。如果前手不压，刨头就会往下栽。所以正确的口诀是，入刀时左手前手用力压刨头，引导方向，推到中间时双手均匀施压。等到刨子快要离开木头出刀时，这时候刨头已经悬空了。如果你前手还用力压，刨头就会点头掉下去，把木板尾端刨成一个圆弧，这就是所谓的塌尾。所以出刀时，左手要完全放松，把力量全部转移到右手，后手死死压住刨尾，直到刨子完全离开木头。这就像是在跳一支优雅的双人舞，力量从前手流动到后手，